大家好，过完年之后，院子又恢复了平静。休工多日之后呢，有点摸不着头绪啊，该从何处先下手？不过这几只狗呢，倒是比人还快恢复生活的模式啊。眼前这被一扫而光的青葱呢，是过年期间深受喜爱的三星葱啊。一旁则是采收后留下约2公分的根系葱种。没有头绪，天气又比较冷的缘故呢，也就打算先从数量少的作物补起啊。而防虫网内的青花菜与绿梗花椰菜，目前是各留了1颗，让它开花收集种子。防虫网内部除了会继续补上十字花科类的菜苗之外，从茎部砍下后又长出的侧芽，也留了几颗来验证再次结球的状况。目前的规划就暂时先一步一步由院子上方往下做了，毕竟还有不少分批种植的菜还没有采收完。而田油菜心过年期间也是深受喜欢的菜，目前将开花的部位全部都切除掉，让它重长。田油菜心好吃的部位是在茎部啊，茎部越粗反而越好吃啊，因此切下时可以不留叶片。而由于田油菜心分别种植在不同的3个区块啊，同时砍低后刚好可以拿来测试3种不同酵素的效果。而这颗桃红色的九重葛花开的也很不错啦，只是因为一旁没有多少作物就一直没有机会入镜。现在看到青葱则是长出采收后，特别将底茎的部位带根留下约2公分，当作葱种。由于底根处比较粗啊，长出后变粗的速度感觉比较快之外呢，产生分裂的效果也会比较好。因此目前的葱种种法就是切下约2公分带根的青葱底部当作葱种。而现在挖起的这些青葱虽然还不高大，但是感觉比较粗之外，也有分裂的现象。如果青葱种植总是觉得长出分裂的时间需要比较久，也可以自己尝试比较看看是否效果会比较好。至于这些葱种育苗前，可以先冰在冰箱啊，收集多一点，等葱白长出后再进行种植。青葱的生命力很强，只要有一点水汽，葱叶就会长出来。因此个人是直接丢在7里香下而已啦。而进行育苗时，只要根系朝下，葱白有没有用土盖住，都可以顺利生长出来。若是担心出芽状况，可以让葱白露出会更好啊。个人只是讲求省事，直接种植深一点，因为地势比较高的缘故呢，种植后需要浇一次重一点的水啊。现在要将挖起的青葱再次种下，采用移植的方式是要让葱白的长度可以更长，选择在地势比较高的位置种深一点，可以避免水患烂根的现象发生啊。当然，若是种植在封闭的空间，采用不断培土的方式，也可以让葱白长得更长。现在选择重新种植的原因，是因为此处的土壤看起来算是相当疏松，但是这土壤经过多次的浇水后，却容易紧黏不透气啊。采用移植的方式，可以顺道松土，也容易种得深啊。而若是对于青葱的部位要求不高，也可以直接采用剪下的方式，不用拔起，直接让它重长。只是这种方式呢，对于懂吃青葱的人可能会很有意见啊。
过年期间，青葱炒花枝呢，看到有人不吃花枝，反而拼命挑葱白狂吃啊。若是采用直接剪下的方式，种植时可能就没有做培土让葱白变长的动作啊。这跟葱绿只是拿来做装饰用的吃法有很大的不同。也因此，若是很在意葱白长度与粗度呢，职业种植也不嫌麻烦，会再次移植种深一点。除了提高葱白生长的效率，也可以大大增加采收的分量。目前这位置的青葱是继春节后又种来春假时亲人返乡的用途啊。2个月的时间，这青葱挖起的粗度呢，大概就可以跟大蒜一样粗了。目前是被要求多种一点，春假烤鸡时呢，要烤葱油漆啊，在葱的肚子里面塞满青葱外，滴下的鸡油就可以是现成的葱油啊。最后，现在是要帮修剪后的甜油菜心施肥。这位置要进行添加的酵素是综合酵素啊，由多种果皮及菜叶与黄糖发酵的酵素啊。至于比较单纯的咖啡渣甘蔗酵素与茶叶甘蔗酵素呢，则会在另外2区进行实测了。有兴趣的话，再拍摄酵素发酵状况与使用后的差异效果。谢谢收看。